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驱虫药水。我本人是在德国，所以德国的话是蜱虫会比较多一点。驱虫药水主要驱的就是蜱虫和跳蚤。如果要是这个狗狗有跳蚤的话，那么家里就会非常惨，因为这个跳蚤是非常小看不见的，就是所有的家具、所有的地板、所有的床单各方面衣服什么都要重新换洗，整个做大的深层的大扫除清洁，然后才能够但愿能够解决掉这个跳蚤的问题或者虱子的问题。如果是蜱虫的话呢，这个蜱虫在德国是非常多的，非常讨厌，所以呢一到夏季，就是从春季一直到秋季，都是蜱虫的高发期，夏季是一定要给狗狗驱虫药水的。驱虫药水或者是驱虫的这个吃的这个药片有很多种不同的，它不是每种药片或者药水都适合每一类型的狗狗。比如说边牧的话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对驱虫药水的过敏问题，如果用错的话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要选择适合边牧的驱虫药水。那么这个驱虫药水的话呢，一般就是你把它滴在它的这个背毛上面，从它的脖颈开始一直往下滴，大概2到3个点，然后滴好了之后呢，当天和第二天都不要摸它，不要让它下水，因为这个药水是化学的，你如果它下水了之后，它就会被冲走，而且它会对河里面或者湖里面的鱼虾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不要把这个低毒的或者微毒的这种药水啊，让小朋友碰到，不要让小朋友摸它。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给它吃一个这个一般来说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药粒，那么你给它吃下去了之后，这个药呢有可能是只管1个月，或者是管3个月。一般驱虫药水的话只管1个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是结合着来的。如果家里面有驱虫药水，而且最近不需要去看兽医的话，那么就给它滴那个每个月记一个日子，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或者每个月的月底，然后给它滴一下驱虫药水，一直滴到大概11月或者12月左右，就是几乎全年都要滴，因为现在也很暖冬嘛，因为climate change。气候变迁，所以导致现在冬天蜱虫杀不死。如果它不小心，比如说去了，比如说柏林周围有很多的这个森林，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农场或者草坪，如果它不小心掉到了一个蜱虫窝里面，想想都觉得很麻。那它就会带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蜱虫回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德国呢，现在来讲呢，是超过有10%的蜱虫会带那个有一种蜱虫自带的一个病毒。蜱虫呢主要带2种病毒，一种呢是脑膜炎，还有一种病毒呢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一个蜱虫专门带的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呢它会攻击就是这只狗的免疫力，会导致这只狗有非常多的比如说神经上面的或者器官上面并发症。如果蜱虫叮到了人的话，也建议去家庭医生那里面处理，这个是养狗的人基本上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就是说蜱虫叮到你，蜱虫即使它掉了之后，你也不可以说它已经掉了，我不需要处理它，这不可以，因为这个蜱虫，如果你倒霉，那个1/10的蜱虫带了那个病毒，然后这个病毒恰好就是带在这只蜱虫里面，然后它就咬了你，然后你就有了这个病毒，然后正好抵抗力又差，这个病毒就在你的体内滋生了，然后它就扎根了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在一段时间的潜伏期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比如说有心脏病或者脑膜炎，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被蜱虫在几年之前被蜱虫咬过了之后，他现在脚趾发麻，他完全感觉不到他的脚趾，就是属于神经性的反应啊。然后后面就是蜱虫的这种引起的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个毛病呢，也很难溯源。它一般你去家庭医生或者去全科医生那里，医生会问很多其他的问题，然后排除一些其他的所有的毛病之后，你可能就去了5次10次了，然后他才想起来说问你说，那你几年前有没有被蜱虫咬过？你近几年有没有这种问题？那个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花很多的钱，那个就比较不合算。所以呢，这个是建议，就是养狗人士和狗狗本身都要注意的。狗狗如果得了这个毛病的话，它也很容易有非常多的免疫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是对狗和对狗主人都非常不好的。
所以呢，蜱虫药水和驱虫的这个药力就是可以选择。如果你很经常或者是很定时的去兽医那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也跟兽医买这个药。如果你自己已经很知道要买什么了，你也可以网上自己买一大盒。那么你也可以跟兽医买一大盒，就是如果你给他一次买1支的话，可能比如说这支药是比如说一次10欧，如果你买1盒的话，比如说这1盒里面有6个，那他可能就是50欧就已经卖给你了。所以这个也是自己要先考虑好的。那么新狗狗接回家以后呢，还要做犬税的注册。犬税的话呢，是每个城市和每一个省是因人而异的，因省而异的，因地而异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要自己去这个Finanzamt 税局去注册。它那个网站上面一般也会有这个所谓的Hundesteuer 德语啊，或者是你找搜索犬税，那么它会告诉你说这个犬税在这个地方是多少钱，然后在哪里注册，然后你需要填表格，然后邮寄给他，然后他会邮寄给你一个犬税的牌子。这个税上面这个牌子上面会写，比如说2020年到2025年是有效的。那么你在项圈上面要把这个牌子给它挂在上面。如果要是有这个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来监管的话，一般就是说是当地的所谓的 Ordnungsamt，就是指像城管一样的监管部门。那么他来监管，比如说你的狗狗没拴绳被他发现了，好，60欧一次。如果他又发现你的狗狗没有上税，好了，那你就麻烦了，你要付很多很多的罚款。还有一个组织呢，叫做就是丢失犬寻找组织。那么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就是一般的狗狗如果要是你在犬舍买的，甚至是在这个犬类救助中心买的话，它会给狗狗的脖子上面，要么是左边，要么是右边会有一个 chip。这个芯片呢是对狗狗进行跟踪的。如果是狗狗丢失的话，你在这个你所注册的这个组织，你可以上报说我家的狗狗丢失了，我们家的狗狗的芯片的号码是什么什么什么，它会帮助你定位这个狗狗在什么地方。当然你这个芯片是要激活的，如果这个芯片没有激活，那就倒霉了。所以呢，这个激活呢，就是说你在注册的时候，就是注册的这一步，然后你也可以时不时的让兽医帮你检查一下你家狗狗身上的这个芯片是否已经激活了。如果是注册的话呢，就是需要你填一张表格。一般这种搜寻犬的这种组织都是免费的，然后你可以给他每一年做一些捐赠，捐赠的数额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也会把这个组织链接和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犬税注册的链接找一找放在下面。好，那么遛好狗之后呢，进门之前就是需要，比如说你家特别爱干净的话，或者是你家有家人很喜欢在家里赤脚在地板上走的话，那么你就可能需要一个毛巾，需要一个给狗狗擦脚的一个脚刷。这个脚刷的话呢，在亚马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脚刷的类型。也会附链接在下面，是我们家现在在用的一个。那么毛巾的作用也是大同小异。如果你觉得脚刷这种东西非常复杂，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跟狗狗培养出来，让狗狗每天自己回来的时候，就是让它站在门口，然后你跟它说抬脚，抬1只，抬2只，抬左边，抬右边，然后就可以把脚上面的这个脏东西稍微用毛巾擦一擦。然后毛巾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如果下雨或者是狗狗去游泳了，它回来之后满身的水，如果有些狗狗，尤其是小母狗的话，它可能会比较爱干净，那它还好。但是有些公狗，它真的是满身都是泥汤啊，回来整个狗都已经不是黑白色的，是黑黑色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毛巾把它从上到下的擦干净，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好吧，先回家，然后先去浴室里面帮它洗一下，然后再把它洗完的狗狗再擦干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狗狗它拉肚子，那么尤其是长毛狗，它屁股后面有些时候裤子上面会沾的蛮多乱七八糟的这个不太干净的有味道的you know 你知道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需要清洁。那么像是我们家的小罗，它是长毛狗，它没去过幼儿园，所以呢，在
做他的 business 之后，他有一些时候如果真的拉肚子的话，他可能屁股后面或者是所谓的裤子上面就会沾蛮多乱七八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如果他沾的很多的话，我们就要去浴室给他洗他的裤子，洗他的屁屁。如果他不喜欢，一般小狗会非常非常的反抗，小狗会很怕水，而且这种浴室的喷头，它的水的这个喷水力很强嘛，所以狗狗是很反抗这种的。它哪怕自己喜欢下水或者下雨，这些都是比较自然发生的，它不像这个浴室这个喷头的这个喷力这么强。所以呢，很多狗狗会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喜欢让人给它洗澡，这个呢就是小狗可能一开始第1年会抗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如果他不喜欢的话，你就要用湿纸巾，就是家里面也要准备好湿纸巾。如果有宝宝的话，都会准备湿纸巾。但是呢，现在呢有狗狗呢也要准备湿纸巾，就是用儿童宝宝就是 baby 可以用的那些湿纸巾，然后给他把他的裤子擦干净，然后呢甚至可以需要用一些这个毛巾也给他擦一擦。所以毛巾呢是多用途的，这个是非常必须的。还有呢，就是训练狗狗的时候需要一些训练的辅助用品，比如说所谓的 clicker。就是这个训狗器，就是你如果狗狗做对了一个动作之后，你不需要表扬它说好棒啊 fine， 或者是very good boy good girl， 而你只要需要这个 click 一下这个训狗器，它就会慢慢跟这个训狗器产生一个连接，就是说这个东西只要响了的话，就是我做对了。而且这个训狗呢，这个方式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 click 的时候是正好是按在他做对的那个瞬间，他就会知道那个瞬间他做的事情是做对的。如果你表扬他的话，你说好棒啊，或者怎样怎样，一般都是事后，所以他会有的时候狗会非常困惑说，我刚刚做了什么东西是做对的呢？所以这个 clicker 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训练狗的办法。链接我会附在下面。然后呢，既然有训狗的东西，那么就要有训狗的食物，就是它的所谓的零食，德语叫做 Leckerli， 或者是tricks， 英语叫做 tricks。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如果做对了一个什么，你就要给它一个吃的，那么它就会对训练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反应。你就会比较轻松的能够在生活中结合很多日常，就可以把它训得很好。这个吃的这个小饼干啊，或者是这个奖励的食物啊，有非常非常不同的多的这个种类。你随便去超市，或者是去专门买这个狗狗用品的宠物超市，或者是在网上都会有。我们家用的一个是在亚马逊上面也可以买到的。一种这个训的这个小零食，它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肉的成分，所以呢比较好吃。狗狗呢对这个是非常爱的，但是因为这个零食它有点大，它是一个长的。我们为了不要让它，比如说训了10次，然后它吃了10个小饼干，它就吃饱了，那这个就。他晚饭怎么办呢？对吧？然后他就每天都会想着我要吃这个小饼干，我要吃这个小饼干，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就一般会把它1分为2，然后每一次给他一小块，这样子的话就会可以让他在他该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再吃饭，就跟养小孩是一样的，你不可以用零食来喂饱他。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超市或者在宠物超市也可以买到的磨牙棒，这回真的是磨牙棒，它不是用来清洁牙齿的。它是真的是用来磨牙的。为什么需要磨牙棒呢？因为很多小狗狗它长牙的时候非常的难受，换牙的时候也是，所以它很需要这个磨牙棒来分散它的注意，让它的这个疼痛啊，就跟小婴儿一样的长牙的这个疼痛啊，可以进行一些缓解。如果你不给它的话，它很有可能会把家里面的家具，什么凳子腿啊、桌子腿啊、沙发啊、腿啊都会啃。那么啃的话呢，你所有这些木质的家具就就会变得非常漂亮。那这个磨牙棒的话，一般有很多种，有牛骨，有猪耳朵，有牛耳朵，甚至有哪里的头骨，或者是哪一块的连骨带肉的一大块的一个排，就像牛排一样。那这些呢是狗狗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宠物超市做一个尝试，就是你把狗狗带到那边去，然后有非常非常一整排琳琅满目的不同的这个磨牙棒，你看看它最喜欢哪一个，那它就会
对，就冲着那个就去，然后就会叼过来。那么叼过来的话，你就知道哦，那我就给它买这个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狗狗的玩具，有一些狗狗呢，尤其是小母狗，它对玩具非常小心的，它不希望玩具坏掉，所以它咬起来是非常非常轻的。我之前有很多的视频给大家拍摄过我家的小白，那个时候叼气球，就是它咬住气球，它甚至气球都不会咬破。这些狗狗是非常小心，是心地也相对来说比较善良的狗狗。那么这些狗狗你给它买的玩具，就是各种玩具都可以买。还有一些狗狗呢是非常喜欢破坏，像我家的 Romeo 小罗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把所有的玩具都想要咬坏。这种狗狗呢，就是你要给它买一些比较坚强的玩具。这些坚强的玩具就包括，比如说一些塑料的球球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磨牙的玩具，就是它用一些比较粗的一些麻，或者是一些布，然后把它一丝一丝一丝的，就像头发一样把它扎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它来磨牙，让它来咬的。那么这种玩具呢，就比较不容易坏，这样子的话呢，投资就会稍微少一点。有几个玩具是我家里有的，我等一下也会把链接附在下面。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狗厕所，就是如果你家的狗狗很小，然后可能还完全不会 Stuhlbein， 就是不会憋尿，然后出去上厕所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准备一个狗厕所在家里面。一般的话呢，狗厕所也有的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像是一个塑料的一个盒子。然后呢，这个盒子里面呢，你可以给它垫一个一次性的像是尿垫一样的，就是如果要是去医院的话，有些时候护工也会，比如说生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去医院，比如说照顾一些老年的病人的时候，他们需要有时候也在床上垫一个这样子大的这种医用的尿垫嘛。那个尿垫呢，就是可以让狗狗在上面上厕所，然后如果上好了之后呢，你就把这个尿垫可以直接扔掉，或者是这个尿垫也可以，如果它只是在上面虚了的话，你就可以让它再多尿个2次。尤其是狗狗呢，如果要是刚刚回家的话呢，其实动物是很爱干净的，就是说它们其实不想要在窝里面尿尿的。如果要是它们在某一个地方尿了，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对，那你就赶紧跟他说 no， 然后把它搬到那个狗厕所上面去，然后让它在那个上面尿。如果它在那个上面稍微已经有一点点尿液粘在上面，它有那个味道的时候，它下次就还是会去那里尿。如果它去那里尿，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好棒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上厕所啊，然后你给他一些零食奖励，这样子的话就知道，哎，我要在那里尿。如果你家里面是住在1楼，你就直接可以打开来让它去外面尿，这个是更直接更好的一个训练办法。但是如果像我家住在5楼的话，真的还没有把狗狗还没有穿上鞋穿上衣服，把狗狗从5楼捞到1楼，它就已经尿在手里，或者是已经拉了，你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说自己家里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要是直接可以开门有花园，就直接训练它去外面尿，就不需要这个狗厕所的。好啦，那么这一期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就是我现在在家里面基本上需要的一些start packet，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因人而异，但是这一些呢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当然这些东西可以非常的奢侈，可以买10几20种不同的，但是呢我今天所介绍的是这其中我觉得狗狗基本上都需要的，希望这些有帮助到你们哦。那么下一期我会介绍一下说，狗狗基本的家里面的一些规矩是什么样子的，小狗狗如何在第一时间就给它立好规矩。下期再见啦，拜拜。